我要讲的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到货量。那我们就来算这个数字嘛，因为郭董他除了呢，帮我们这个奔走张罗了在今年底之前的疫苗，他连明年的他也都说帮我们铺好路啊。目前3000万剂，请 BNT 帮我们预留。但是这个部分呢，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不管是苏贞昌或者是陈时中，就直接跟我们说明年我们已经有买了2000万剂的莫德纳。好，这个也就是我要讲的2000万剂的莫德纳。那数学问题，而且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啊，不是理工科的学生都会算。我们呢就简单的算出来，包括现在台湾还没有打第一剂的，加上呢没打第二剂的。那如果以明年来讲呢，世界各国都在追加第3剂的。好，那当然我这个数字可能是高估了，我们本来估到5800万，可是应该不会，因为这是用100%来算，而且是全民都打。那显然小朋友，比如说可能这种小学没有办法嘛，没有12岁以下的可能暂时不会打。好，那我就算是5000万好了。那今天这2天他又讲了要第4剂哦，哇！第4剂你不是又要将近8000万？8000万这有可能吗？可是你说你有 AZ， 你明年买了2000万莫德纳，我还先不跟你讲到货率嘞。刚刚洪安有跟我说，你这个5月6月质询的时候才跟你说到货率5%而已。那我其实不敢想象那到底有没有准备啊？你可以看算数学这件事情，我想行政院应该要最会算才对，因为他一定要打着那个算盘精精计算说，我先不讲说你要用这个完整的这个覆盖率，比如说刚刚算起来，比如说5800万或5000万，对，我们可能就算到将近100%了，可能不用啦，对。对，但千惠姐，我提醒你，今天你是在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去看疫情、看变种病毒的状况。对，你怎么会知道明年这个病毒会不会有更多的变种的情况？会不会其实这个？对啊，你会不会其实疫苗第1剂跟第2剂到第3剂的这个保护力，它其实是会随着时间，比如说你今天打完1剂之后，到底这个疫苗可以撑多久？对，保护力撑多久？这个大家其实，我说真的，这都是现在人类科学医学还在努力研究的地方，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打包票下定论说我们现在买的疫苗一定足够。我想全球应该没有一个专家敢出来打包票，因为你不知道变种病毒它的变种的方式，你也不知道疫苗的保护力是否可以撑到1年、2年甚至终身，不可能有人知道。因为现在的疫苗就没有人打到这么久了，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所有的事情还都是要回归到研究跟科学。举例来说，打完疫苗之后，有一些研究可以一直持续去了解它的综合抗体的浓度啦等等，它的保护力是否还存在，但这个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我不懂的是陈时中部长为什么他可以掐指一算就说，哎呀，我们不用再买了，绝对够。在全球其他国家都虎视眈眈，把所有国际现货能抢怎抢，能挖则挖，能够套关系用晶片换都去做的时候，你陈时中部长老神在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晶片，这个疫苗呢，其实我们都已经足够。我觉得这讲话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而且有失专业的。如果你今天可以告诉我说，你觉得这个疫苗，你今天规划要到第3剂或第4剂，或者是你告诉我们说，这个也许我们要请立法院再追加预算来采购疫苗，我相信立法院也没有一个立法委员、一个民意代表会觉得买疫苗不是一个应该给你预算的事情吧？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真的说真的，有时候我听他讲话，我真的会觉得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一个 BNT 疫苗，它现在看起来到货率看起来是稳定的，那再来是说 BNT 疫苗也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疫苗嘛，就是 BNT 辉瑞 BNT 的这个疫苗，其实在全球也算是第3剂的疫苗主力。大家全球其他国家也在抢，所以今天不是说不，然后再来他很喜欢讲说什么国际打压让我们买不到，不会啊，郭董现在都已经直接飞到欧洲去跟德国 BNT 原厂，拜托他们先留3000万剂的扣打，也不是叫你3000万剂全包嘛，你可以说那我们先买个1000万、2000万都可以。你为什么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说感谢你善意提醒我们其实已经买了什么什么什么，都帮你铺好路了，为什么不走呢？对不对？态度，我觉得态度不太健康。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好了，我比较阴谋论了，就是郭董卡郭那如果说今天铺好路的是台积电，是不是又会是另外一种光景？这个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上是，我觉得就是郭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料到的是，别人看他是用一种有色眼镜在看他。可能看他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你今天花这个钱买这个疫苗一定就是为了你以后要选总统或干嘛，你知道？就是
就是他用自己的那个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的话，可能他真的就会这样去看别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说真的，就是如果说郭董他真的是有什么政治考量的话，第一个是，这疫苗也还蛮多钱的吧？对，真的很多钱这个疫苗不是你就是对啊，这个钱拿出来，如果他真的要选举的话，我说真的，这我们讲说60亿好了哈，60亿的钱留下来，就是到选举来个大傻逼，把媒体全包下来，这是不是看起来很好用也是一种战略吧？对对，就是我不太懂的是说，他今天要讲的说，而且我说真的。就是郭董如果在买疫苗这件事情，说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发言其实都是相对谨慎。对，如果他今天只是想要去批判政府，或者是说，从这个地方去好像挑政府毛病说，我买到了，你们都买不到，那这样子的情况，他可能他的做法，他讲话就会很尖锐嘛，就会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你从5月到现在，他哪一句话真的骂过政府？他还去感谢，他还说什么谢谢陈时中部长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不像是他们心中想象中那种，好像这是真的为了要做这个政权的，就是掠夺，所以他才来买疫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给他扣了一个帽子，但是不排除就是说，当然民进党政府可能在这方面是确实会有一点戒慎恐惧啦，会觉得说，我不能让你有太多的 credit， 所以台积电来买，很好啊，来分散一下，来稀释一下，才慈济很好很好，你们就是不要让郭董一个人买到，这样就好了。可能这个阴谋论是真的啦。好，那我还有第二个阴谋论，也会不会呢？就是 BNT 这条线目前已经是郭董卡着了，你要怎么样买也都要得绕过郭董。好，但是呢，像他咬死了2000万的莫德纳，我不知道会不会已经有人，比如说已经站好位了，好，已经卡好位了。那我牵涉到就是图利的这一块，好，有没有可能？我们当然不知道啦。哦，那再加上呢，还有高端嘛，高端也是啊，现在的所作所为。我都在合理怀疑说，是不是你就在为高端保留订单？我觉得高端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一点麻烦，是因为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的CDC 它其实在5月28号就已经下定高端500万，联亚500万，总共1000万剂嘛。那当时从媒体泄露出来的合约上来看，其实它也是花了70几亿在处理这一个。我们讲说国产疫苗1000万的订单，那我觉得现在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订单怎么消化。因为现在高端看起来每一天的这个预约的施打量已经从一开始的这个状况已经掉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你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就是70-80万，那你今天买的500万到底该怎么办？我跟你说，就是假设你没有突破100，那个数字很惊人呢，你知道，我第一时间简直不敢相信，我还去查了又查。8月30号的时候，全台湾一天单日是742人，然后那时候就说是创施打新低，可是我看到在一天8月31号更低，504人。是，我当时也看了，想说这个位数是不是有印，是不是有那个000不见的这样？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显示出来一个现象，说第一个，其实大家嘴巴上说爱高端嘛，其实你就想啊，有这么多人就是都讲说自己就是支持国产、支持高端、支持台湾生技产业，我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实际上要把你的手臂拿出去打的时候，一般的民众他可能又会犹豫。就是说，他今天如果看到说，BNT 国际认证疫苗即将要来台湾，那这时候他的选择又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看一个状况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他的做法就是他先不给药证。好，但他不给药证的情况之下呢，他的科兴跟国药的2款疫苗在国内就等于是说，他比较不会有人就是好像好高骛远，心猿意马，他就想说要去打那个，他不打这个。所以你知道中国大陆他做法就是很极端，就直接说好，你们就是打这一些。对。但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就是说，那你一开始很保护高端嘛，就是说你的讲话啦，你或者是你的一些相关的 EUA 的快速审查啦，其实。还有 EUA 标准独步全球，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扶植高端、扶植国产的疫苗。但是在这情况之下，你另外一头去看，它又同时就是又没办法支撑大家没有疫苗可以打的这个民意的问题。我们想一下一个剧情线，如果今天高端国产疫苗当时它的这个产能或良率没有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影响的是供货，假如它供货是很稳定的情况之下，也许呢，大家就是你知道卫福部可能他就真的不会让 BNT 进来，也有可能。因为你供货稳定嘛，那我就每天我还是让你去打，那我只要延后 BNT 到货的时间，我就可以多争取1个月来让高端去做施打。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高端也跟不上它的这个供货，好像看起来也没有第一批也才60万什么，但是供货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当然可能他们也还是得要靠其他疫苗来拉 BNT 来救这个疫苗荒的民调下降。但是这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有了 BNT 的时候，大家眼睛就眼巴巴看到 BNT 之后，他们就不想去打高端，所以那时候BNT 出来之后，其实高端的这个预约有取消的状况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民进党就是一整个，我觉得很混乱啦。就是你要扶植国产，你就好好的从一而终，用力的，然后把它的产能跟良率把它调到最好。就是你真的是请政府之力去做啊，你又做了一半套啊，结果这边又起不来，那边拉了 BNT 进来之后，这边又掉下去，掉得更惨。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好像没招了的感觉。对，所以你刚刚的分析哦，其实对于高端的这种情节哦，也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郭董已经都帮你铺好路，预留3000万的BNT， 那你又说买多了怕放久了会坏。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我想说买多了不会坏啊，那真的大家都打得很够的话，那就捐出去做外交啊，送人啊，什么都好啊。后来发现不对，还是真的是我想多了。他说买多了怕高端会坏，好，所以那刚刚听到洪安这一连串的分析，我想说，那接下来其实要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也很烦是不是？国际疫苗，然后和国产疫苗一直在那边角力，那其实问题症结还是在，不是国产疫苗不好，是因为你让人民不放心，因为你等于是个半成品，你只做了1.5期。没有，我觉得我要纠正一下，不是会坏，应该是说会过期，就是放到没有人要打就过期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妙的是，当时他就说什么你记不记得那时候7月15号的时候，我们在跟那个就慈济、台积电、鸿海、永林，然后第一次跟那个就是我们讲说被宣布说他们有成功买到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包含说我其实最近有一些科学园区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都很想要，就是自己也比照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模式，他们可以去买更多的 BNT 疫苗。那不只是说帮助他们自己员工，也有可能是捐给国家，所以他们就说，就是政府救国人，然后呢，企业救员工，类似像这样。就没想到罗秉成出来就讲了一句说，我们现在那个疫苗买的多，就是它很到货会容易过期啊，或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开民间专案的必要。所以就停在那1500万剂，他就没有要让其他的民间或地方买。那我就觉得很好笑的是说，其实你知道过期与否不过期，其实你可以从你们现在不是建唐凤跟关茂不是建了一个叫疫苗意愿接种意愿预约平台吗？对，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有什么用途？那个叫做疫苗的大型民调，4大天王的民调就血淋淋活生生就在那边。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知道国人对于 BNT、对于莫德纳的这个需求跟意愿是比较高的，你怎么会担心它过期？对，就不会过期啊！我们现在台湾一天可以施打的量呢，已经到了20万有。你现在的问题，之前他叫新北关接种站，他说什么？你们这个什么不照顺序打，就是到时候就没得打。不是啊，你今天叫新北关接种站，你不是说把水龙头关掉就会有水嘛？你重点是后面没有水，你没有疫苗，你前面没得打，所以一天打20万剂，其实你可以想象的是，我觉得政府他不是在担心过期，他可能真的你讲的，他其实是担心另外一边的疫苗会没有人要打，会过期。那你知道高端是很珍贵的，因为依照之前那个媒体爆料，虽然说最后高端跑出来讲说什么就是不实报，但他也没拿出数据。因为依照那个媒体报道的讲法，它的不良率是高达82%，所以你知道高端是很珍贵的。它是你知道100，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它的不良率很高的情况之下，它能够做出良品去交货，它是很珍贵的。这么珍贵，你还给它放到过期，真不行，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发生？